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很多人关心，但却很少有人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胃口不好怎么办啊？胃口不好怎么办？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啊，发生在两类人群身上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啊，就是年龄较小的小孩子。第二个呢，就是年龄啊稍微大一些的中老年人啊，这两类群体啊是经常容易发现胃口不好。孩子呢胃口不好啊，就吃不下饭，家里面人啊可能就拿着一个碗，拿着一个筷子啊，这个勺子啊就跟着后面追着去喂。那中老年人呢，他如果胃口不好啊，就看着这个饭啊，他一点食欲都没有，看着以后啊，头直摇啊，手直摆，然后呢就走了。有些朋友啊是自己在家里面啊做一些家务，每天烧饭，烧完饭以后看着这个饭菜也没有胃口。其实胃口不好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它是能量啊，被我们身体吸收以后，它作为能量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气血。那如果说你经常的胃口不好，吃不下去东西，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啊变虚了啊。其实这个胃口不好的坏处啊，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他说啊，我就是吃不下饭，怎么办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动作。这个小动作啊，可以极大的刺激你的味蕾，让你看见食物以后啊，就能够快速的吃下去，而且还越吃越香啊。这个是非常管用的一个小动作啊。是什么小动作呢？在这里啊，我也不给大家卖关子啊，就是我们每天在吃饭之前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我们去摸下巴。这个下巴怎么去摸呢？你看啊，我们这个头抬起来。大家看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你看下巴往下大概1到2指的距离啊，然后呢，你的舌头啊顶着我们的上颚，你看我手指在这里，舌头顶住上颚，你只要往上一顶一松，你会发现啊，这里有一块筋，它会来回的动，你看一下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去试，找到这根筋啊，然后呢点住它，用我们的大拇指，你看这样点住它，把头放下来，放下来以后呢，就来回的手指啊在里面往前拨啊，就一直拨它啊。为什么要拨这根筋呢？因为你会发现，你拨着拨着啊，我们的嘴巴里面就会分泌大量的唾液，而且呢，拨着拨着啊，你看东西啊就开始想吃了，就开始饿了。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刺激到这里呢，我们人体分泌唾液以后啊，就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想要吃东西的一种本能。所以呢，当你胃口不好啊，或者经常就吃东西不香啊，你就把这个2个手可以一起顶住我们下巴这里啊。顶住了以后呢，你看顶住了以后啊，我这个手在外面给大家做个演示，这个手呢就放在这里，因为我手放在下巴，你们看不见啊。你看1、2、3、4，看到我这个手在动没有？5、6、7、8、9、10啊，这个手是正常模拟我在里面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就这样去动。你看大家也可以1、2、3、4。我要讲话的话呢，因为就不好去做，我们做的时候不能讲话就把嘴巴闭上。很多朋友做这个动作会发现里面酸酸溜溜的，有的朋友一做感觉这个舌头牙齿都有点发酸，但是呢你做一会儿，这嘴巴当中就会有唾液分泌出来，而这个唾液呢就是我们吃东西变香最好的一个辅助工具。所以呢每天饭前半小时然后你就开始这样做50下到100下，就这样来回反复的去做你坚持一段时间，可能第1、2次你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但是你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胃口打开，吃东西也变香了。而且对于小孩子来说呢，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小孩子他比较好动，所以呢，家里面人没事就可以在下面就轻柔的，你看就这样推一推非常的好。这个方法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这个方法却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你们身边如果有吃饭不香的、胃口不好的，记得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好了，今天这个方法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心肺功能不好的，经常感觉烦躁易怒的，今天我要教给你一个道家非常宝藏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不仅能够快速的打开我们的一个胸腔，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
更能够让我们安心灵气，让我们整个人啊处于一种非常祥和的一个状态当中。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心静下来了，整个人啊会被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给包围着。那么这个动作叫什么呢？它的名字也非常厉害啊，大家记住它的名字叫做鹤行弓。这个功法啊，不仅是打开我们的胸腔，更能够通过一个整个吐纳调节我们内部的一个功能。好了，我们话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啊，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不要忘记了把这个动作啊收藏下来，以免一划走找不到，那就麻烦大了。现在我们来正式的讲解这个动作的一些细节。做这个动作之前，我希望大家先把手机啊放在一边，然后呢跟着我一起来体验这个动作的奇妙之处。我们双手你看啊，用我们的指尖搭在我们的耳朵上，这个时候呢，动作的一个初始的一个标准啊就形成了。我们记住啊，这个手指不可以和我们的耳朵分开，一定要始终搭在上面。然后呢，我们坐着，腹部啊微微的向内收起。好。记住一个口诀是什么呢？你看，往前的时候我们吐气啊，往手打开的时候我们吸气啊。这个动作它就是配合着呼吸来练的啊。大家看，先把这个动作啊反复的做几遍。你看，我往前的时候吐气，往后的时候吸气，再往前，再往后。好，我相信啊。这个观众们啊，看到这里的时候，只要跟着做完了，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动作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以后发现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往前的时候啊，这个手要尽可能的，你看贴在一起啊，身子往前俯，手尽可能的往前贴在一起啊，然后往后的时候呢，我们人啊，你看往后靠，但是呢，我们的腹部要收紧。啊，所以呢，你看起来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里面可是蕴藏着很多的一个玄机。这个时候呢，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呼吸训练啊。你看，往前的时候吐气，吐完，然后我们往后打开我们的手，吸气，头微微的向上昂，同时我们的腹部啊要往内收。你看，吸，吐。碰啊，手碰到一起，来吸，吐，吸，好，吐，吸，好，就这样啊。我们每天把这个动作啊去做上一个啊，一来一回算1次，做上一个20次为一组。做完以后啊，你先别着急啊，去感受。咱们先把后背啊先活动一下，你会发现啊，原来可能有些僵紧的后背啊，一下子啊就变松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啊，身体放松啊，静静的吸口气，就很轻松的吸口气，啊，再吐气。你会发现这个呼吸啊也会变得轻松不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作啊在前和后交叉的时候啊，就是无形之中锻炼了我们深层的一些肌群，同时呢再加上我们和呼吸的在一起训练，又打开了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经络。那所以呢，每天你把这个动作啊来来回回做上个20下为一组，然后每天如果时间多的话，再做个2到3组，你会发现啊，只要你坚持下来去做，你整个人啊会非常的舒适。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鹤行弓啊，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你的一个小举动啊，会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啊做了一件善事。那么没有关注大伟的呢，一定要在视频结束的时候啊关注大伟一下，因为在我这里啊会专门给大家分享一些你看不到的非常实用、非常好的养生小动作。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上了年纪以后，大多数人啊都会出现肩颈上面的问题，很多人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法，所以呢，肩颈出现僵硬酸痛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摇一摇脖子，要不然呢就是用手啊拍一拍。你会发现这样做虽然短时间之内可以缓解我们肩颈上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没过一会儿，这个肩颈啊是该酸还是酸，该疼还是疼。其实我们肩颈啊之所以酸疼难受，最大的祸根就是在于我们的一个肩胛骨。大家可以跟我做一样的动作，我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当我把我的肩膀往上耸的时候，注意看我颈椎的变化。当我把我的肩膀往上耸，我的脖子会不由自主的跟着我的肩膀一起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颈椎的底座就是在于我们的肩胛骨，肩胛骨的状态好坏会直接影响到颈椎。所以呢，想要颈椎好，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们肩胛骨上面的一些筋节，把这些筋节打开，我们的颈椎曲度自然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呢，颈椎的压力也会减少很多，这时候我们的颈椎就会变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会教大家一个最全面的方法，打开你的肩胛骨，让颈椎不留祸根。我们分别会从前、内、上3个方向去完全的打开你的肩胛骨。大家跟我做完以后，感觉颈椎肩颈轻松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咱们来做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打开我们肩胛骨最前侧的一个点，叫做会突。那么这个会突非常重要，它虽然小，但是它上面长着一块肌肉，叫做胸小肌，直接连接着我们胸部的一个肋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里给它松开来。怎么去松？你看，手直接就是放在我们的肩部，就像我这样，你看平放手掌平放，然后呢非常简单，我们把手你看这样握拳。握拳以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指节它顶着的这个点就是我们要松解出来的一块筋你看这样好，压下去以后，很多人会发现非常的酸，非常的胀，很多人还会有一些刺痛的感觉。没有关系我们压下去以后，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朝着一个方向，我们去揉上一个30下到50下。压力是始终压下去的，然后就这样去揉30下到50下然后呢，我们做完左边再做右边，这里主要一个重点就是去找这个点。你看掌根对着哪呢？对着我们的胸骨这块胸骨柄这块，你看掌根贴上去完全的把手掌平着放在我们的胸口然后你看手握拳，握拳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指节这里直接是压在我们的胸部这里的你看压下去以后，你看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就这样揉你会在某个地方碰到一个点或者碰到一个筋节，非常的酸胀，我们把这里给它完全的揉开就可以了。好了，这是第一个地方那么揉开以后呢，你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你整个胸口都能打开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好了，做完这一个以后呢，我们讲第二个点。第二个点非常简单我们要从我们肩胛骨内侧有一块肌肉叫做肩胛下肌。你看，我们手放在我们的耳朵上，那你看就这样放着。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看我手臂往上一移，它这里就会有一个骨头凸出来撞击我下面的这个手。我们就把手放在这样，反复移，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小骨头在来回的移动这个呢，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下角。我们从哪里呢？从我们的腋下，你看贴进去，手往外一张顺着我们整个胸廓的这个壁往后去穿，往后去顶你看手打开，把手往上最上面打开，然后手贴着这个胸骨壁你看往里面去按随便按你找到一个点怎么按也按不进去大概在我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骨头顶着这个骨头呢就是我们的肩胛骨下角然后呢，我们点着这个骨头内侧然后从下到上，你看点进去1、2、3、4、52、2、3、4、5、3、2、3、4、5你看从下到上反复去做一个3到5下。这个动作很多人他是忍受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肩胛骨上面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筋节，长期不去处理，所以做起来的时候会非常胀所以这个动作呢，你一定要忍受着把它做完我们哪怕就从下到上做个3到5遍，我们另一侧不做，你去活动一下你的膀子，你看一下2个膀子之间的区别，就能坚定起你做这个动作的决心。好了，我们左边做完，右边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我手自然而然的搭着我的耳朵，然后呢，我另一只手呢是贴近我的胸壁然后你看往后去戳一戳，这个手往上移一移你看往上一移，然后手往后一戳，你会明显的戳到一个小骨头然后顶着往后顶不动了就在这里，你看1、2、3、2、2、3、
323往上移啊，这个力啊是往后的啊。这个方法请一定要记住啊，非常的重要。好了，这2个点解完以后呢，你再看一下你的肩膀活动起来啊，你的颈椎活动起来是不是非常舒服？好了，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第3个点，第3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肩胛提肌啊，这个也是一块非常重要的肌肉，大多数人这块肌肉啊都是长期处于非常僵硬的状态。我们怎么做呢？你看非常简单啊。脖子往一侧歪，你看脖子往一侧歪，这里呢，你看我脖子这里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会跳出来一根大筋啊。我们手呈这样握拳，就是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这一圈啊，然后去击打在我们这个跳出来的这个筋上面啊，从下到上都可以。击打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啊喜欢是这样，你看这个叫什么？甩着手臂啊，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抖腕，你看。手臂不动，小臂你看抖腕啊，你看打出来的声音击打感是这样的啊，大家听这个声音啊，它像个小锤子一样快速的，你看1、2、3、4、5啊，我们不用很用劲啊，你看试一下力道，2、3、4、5，头脖子一定要是歪着，把这个筋啊抱住出来，1、2、3、4、5，1、2、3、4、5，1、2、3、4、5，好。做完以后啊，很轻松的就能让你的肩颈啊放松下来，然后另一侧也是一样的，1、2、3、4、5，1、2、3、4、5，1、2、3、4、5啊。你找到某一个点啊，特别的酸，特别的胀，那就在那个点啊多敲几下啊。这个方法的步骤啊，大家不要乱啊，记住了，1、2、3，三个步骤啊，这3个步骤啊就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帮助你改善你的肩胛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如果在外面请人帮你做的话，那价值也是不菲的。但是今天啊，我教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应该都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神奇之处。如果你感觉好，就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啊收藏下来，并且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大伟在这里教给大家的动作啊，绝对都是百里挑一的非常好的动作，能真正意义上帮你改善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没关注我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个关注，你的一个关注啊，对于我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颈椎不好的朋友们，今天我要教你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牛在哪里呢？就是你跟着我啊练习完一套以后，你会明显的感觉你的肩颈啊完全打开，有一种很通透的感觉，甚至有些朋友啊，他能明显的感觉到脖子后面啊、肩膀上面都热乎乎的。这个动作呢，我教过给很多人啊练完以后，当场啊就感觉特别的惊讶，而且只要是坚持下来去锻炼的人啊，自己的肩颈啊也会一天比一天好。好了，我现在会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呢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举动啊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我们现在来讲动作。这个动作啊做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动作的一个口诀就可以了，就是头和手在相反的方向画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双手啊合十放在胸口，然后呢围绕着我们的头部啊会画上一个圈。大家注意看啊，重点来了，你看，比如说我的手啊现在是做了一个逆时针的画圈，那我的头部呢也要去画圈，它要做一个顺时针的一个画圈。你看这个动作啊，它手部和头部的动作是相反的。给大家做一个慢动作的演示啊，你看我的手部现在先往我的右侧移，那么我的头部就往我的左侧移，形成这样一个姿势。然后呢，手往上，头往下，好，再回。你看这个动作一套就做完了。大家会发现啊，我的手部画圈的方向以及我们头部画圈的方向，它是一个相反的，是相对的。为什么要做一个相对的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画圈的同时360度做了一个画圈，在这360度当中把我们肩颈上面堵着的地方不好的一些筋节给它完全拉开。好，我们再演示一遍，你看我们可以前期慢慢的做，你看。反着去绕一个圈，好，我们再绕回来。你看注意看我头和手绕圈的一个方向。好，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谨记一点就是这个手尽可能的合十。在我们画圈的时候，手不要出现什么呢？分开也不要出现手完全打开。
合着十，哎，这样的话就能固定我们手画圈的一个方向，啊，你把这个节奏啊给掌握了，你看做起来啊是非常的简单。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会明显的发现啊，就是咱们在画圈的时候，哎，在某一个点上面特别的酸，特别的胀，有一根筋啊就牵着那里，让你的头啊很难转过去。其实这根筋啊就是你堵着的筋啊。我们通过这个动作，你看反复的练习啊，就可以把这个筋啊充分的拉开。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所以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叫反着拉，大角度，你看大角度。啊，然后呢，多次数。一般来说，我们你看顺时针啊一次，然后呢逆时针再来一次。做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把每个点啊，你看都充分的这样拉到啊，不要追求速度过快，缓慢的去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我相信你做完以后一定会感觉到这个动作对你带来的好处。所以呢，感觉这个动作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留言。你的几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无形当中啊做了一件善事。我是大伟，在我这里啊，会给大家传授很多种啊特别好的、特别实用的一些动作。只要你关注我，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很好、很有价值的养生动作。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一波关注。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谢谢大家。